苦修万年，今日我就要挑战天道，带着我的12位道友一起飞升。天山，你真的要带我们渡劫吗？是啊，天山哥，我们尚未突破劫境，强行飞升，恐遭天道反噬。大道同行数千年，又岂会留下你们？放心，我李天山想带走的人，天道也拦不住。师兄太帅了，想撩妹还说的这么大义凛然。小黑，想什么呢？没啥。主人，你快点渡劫，我还想去仙界呢。哼，劫来！天劫不过如此，最后一道劫来了。李天山，你忤逆天道，必遭反噬。怕你吗？8道雷都扛过来了，赶紧把最后一雷劈了。本座赶着飞升。逆天者，滚出此界！什么？天劫还带铁疙瘩？天道，你玩赖的是吧？凡人失手，怎么回事啊？没完了是吧？天眼开！这是遭到3体战舰攻击，请求击船，请求击船！报告，我们的武器根本不起作用，请求撤退。那是什么？快跑！快跑啊！救命！攻击还是无效吗？舰长，什么武器都试过了，根本打不穿敌舰的屏障啊！难道此战人类必败？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他们陪葬！警告！警告！侦测到高能反应。高能反应！舰长，观察到一艘友方战舰在敌舰附近自爆。舰长，敌舰的屏障出现了裂痕。友军自爆了，敌舰的弱点难道是反物质引擎爆炸引发的冲击？舰长，致远号发来通信。老陆，我和其他几个舰长离得近，准备拼命了。30秒之后，致远号就会在敌舰周围自爆，撕开屏障。你要抓住机会，全力开炮。什么？老吴你……老陆，咱们是士兵，早该做好准备。后面交给你了，轰他娘的！舰长，咱们怎么办？全舰准备，等致远号自爆后，立刻开火。老吴，看来自爆也没有用。结束了吗？方才落到昆仑山的铁疙瘩，就是你干的吧？敢打扰我渡劫，你丫胆子不小啊！剑道3000，破星河！警告！警告！侦测到第2道高能反应，速度为50%光速。什么？第2道高能反应？那是一把剑。检测到第2道高能反应来源位置：地球巨剑山。一群不修炼的凡人，却能驱使如此巨大的法器。哈哈哈！李天山，喜欢我给你准备的地方吗？天道老头，别以为把我排斥到其他小世界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等到飞升仙界，本座头一个找你算账。可惜你没机会了，此地道统断绝，灵气枯竭，不管是多么强大的修仙者，修为都难有寸进。什么？渡劫飞升更是妄想，你就老实待在这里，等待寿元号进化。听到老头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果然，此地的灵气异常匮乏，刚才战场上也看不到一个修行者。难道这个世界的道统真的断绝了吗？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重塑道统。以上就是本次战役的汇总。吴德海等高级舰长率领部下发动自爆攻击，最终成功摧毁敌舰。尽管有所牺牲，但我们也证明了，面对外星侵略者，地球绝对有一战之力。太好了，还有的打！感谢龙国监察官赵小慧的发言。下面我抗议，摧毁敌舰的根本不是吴德海舰长的自爆。
陆舰长，那你说敌舰是怎么被摧毁的？敌舰是被地球上展出的剑气毁灭的。剑气？那是什么高科技武器的代号吗？陆舰长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这是一个严肃的会议，收紧那套修真小说的迷信。这不是迷信，我们盘古号所有幸存者都看到了，我的船员可以作证。还唆使你的船员们胡说八道。好，就算你说的剑气是真的，证据呢？我没有证据。能量监测系统在剑气攻击后出现了故障，但我以我10年的军龄发誓。住口，陆明，不要再用你的胡言乱语侮辱吴舰长他们的牺牲。看来陆舰长有些疲惫了，咱们暂时休息会儿吧。魏司令，我真的看见了。陆明，老吴的事我也很难过，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坚强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连你也不信我吗？自爆根本没用，以我们的技术对上那种战舰，只会让更多战士白白送死。舰长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下次战役前，我们必须找到证据，立刻出发，前往巨剑山。长官，根据计算，攻击是从地球的巨剑山发出的，这种能量无法测算，推测是某个高等文明留在地球的遗物。地球的运气还真不错，派遣杀戮巨象对当地进行人口清除，不要让遗物落在这帮1级文明的原始人手里。看来这个小世界道理真有距离。太极八卦掌，其精妙之处在于气沉丹田，白鹤亮翅。虽然根基太差，不过确是我道中人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只要道统有一息尚存，我定能重塑辉煌。这位道友，你可愿随我修仙？爸，这一看就是江湖骗子呀！喂，别以为你穿个道袍就真把自己当真人了。你这种江湖骗子就知道骗老年人，真是可恶！哎，臭小子，这位道长仙风道骨，一看就是仙人呐！你休要得罪仙人！爸，你还真信啊？爱信信，不信滚！不要打扰我飞升。仙人，我愿追随仙人修仙。为师待你得道长生，心怡气静，忘我独审，心气合一，气仪相随。唉，这批徒弟根骨太差，光是炼气的法门到现在还没有人会贯通。这样下去，何时才能重振道理？好在我还有一些丹药，可以提升一下他们的根骨。这是本座此前炼制的补灵丹，赐予尔等，服用后可以洗筋伐髓，延年益寿。多谢仙长，谢仙长。啊，身体里突然有一股暖流，我的老寒腿竟然好了。我腰不酸，腿不痛，我这老年斑都没有了。程大妈，你还变年轻了，太神奇了！仙尊的丹药可太神了，我们是不是都能成仙了？多谢仙长赐丹丹。小意思，等我们广收弟子，延绵道统，到时必定灵气复苏。广收弟子，仙尊您的意思是多拉人头？拉人头？仙长，这种事儿啊，我最擅长了，就放心交给我吧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宇宙能量仙家馈赠，1颗提神醒脑，2颗永不疲劳，3颗下去百病全消。睡妖狐怎么跟卖猪肉似的？张大妹子，这丹药真有这么神奇啊？都是街坊邻居，我还骗你不成？我的老寒腿啊，就是被这个丹药治好的。今天不要998，不要98，只要听这位李县长讲一堂修仙入门，免费送仙丹1颗，鸡蛋1提呀！我马上来听讲座，给我鸡蛋。我不要那个仙丹，鸡蛋能不能多给一点啊？记得明天早上来听讲座啊！苍天呐，补灵丹服用后可以洗筋伐髓，延年益寿，是多少炼气修士梦寐以求的灵药，结果在人家眼里连鸡蛋都比不上。这位道友，鸡蛋没有了，仙丹你要不要？没收，年轻人一天天的好的不学，成天诈骗老年人。你现在就跟我去执法队。年轻人，本座今年12000岁，比你老祖还大。12000岁，真是疯了！吹牛皮不打草稿啊！老陆，你怎么跟仙长说话？人家呀可是天上真仙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他要是真仙，那我就是秦始皇。明天早上的讲座，我一定当众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就怕你不来。所以灵气就是一种高维能量，
它通过经脉穴位滋养我们的神魂和肉体。下面大家把我发的固本培元丹吃了，感受一下灵气的脉动。哎，不能吃！这小子胡说八道，他这药估计也是瞎配的，要是吃死人怎么办呢？说什么呢？不许你这样污蔑仙长！污蔑？就这种小药丸，我一天能搓1000个，我也能说滋养神魂和肉身，你信吗？现在这个年代要讲科学，吃进肚子里的药那是得经过双盲测试的。药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可是仙丹啊！屁仙丹，他真是仙人，还会在这里讲课呀？对呀，老陆说的有点道理啊。闭上你的嘴巴！完了，吞下去了！你要毒死我呀！老陆，这是咋了？这是？难道我中毒了？我感觉我的腰椎病好了。我的天哪，真是仙丹！我也要修仙！我信了，我信了！县长，您以后就是我师傅了。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，怎么来了这么多的外地人，而且还都是道士？什么道士啊？估计就是江湖骗子了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回家收衣服啊！背后妄语。老祖啊，老六他又多吃丹药了。不是说了我给的丹药每天只能舔1口吗？老祖，弟子为了修仙，当了一辈子童男，只想赶紧突破筑基，开启第2春呐。这么刻苦，小心被药力撑爆啊！赶紧扶他去休息。弟子遵命。道统虽然续上了，但现在修仙的主力却都是一群上年纪的老头老太太，还得找点好苗子才行啊。陆舰长，我们在巨剑山找了3天了，啥也没找着，要不还是放弃吧？放屁！那道剑气只有我们几个看见了，我们都不找，还有谁愿意找？知道剑气，这几个小子懂2下。机器人，那难道是3体人的科技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目标锁定，巨剑山周边人口聚落，开始清除1级文明。好。检测到1级文明武装力量，战斗力200，锁定为优先清除目标。不好！这是老年活动中心。检测目标：1级文明老年雄性，冷兵器武装，战斗力5。老2、老3、老4，结阵！4向狐妖阵！舰长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居然连3体的机器人都能困住！这些符式和招数，难道真是小说里的修仙者？检测到重力异常，系统报错，系统报错。死吧，妖孽！检测到致命威胁，能量全开。多谢老祖。这是仙术。检测虚界能量，威胁等级超越2级文明，启动湮灭协议。区区蝼蚁也配谈论湮？这才叫湮灭。没想到小小的地球上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力量。长官，我们怎么办？立刻呼叫增援，告诉帝国我们面临2级不3级左右的文明威胁，请求派遣一支精英舰队。没错，这一件事，这点修为也敢来巨剑阵找死？等等，敢问这位仙人，3日之前宇宙战场上的那道冲天剑气，是否是您所侍卫？哟，找我何事啊？我们和3体帝国的太空大战，如果不是您的剑气，我们这些人在战场上根本活不下来。多谢仙长救命之恩，
不必谢我，当时我击坠的那些个铁疙瘩，也只是因为他们打扰我修炼了。一个不爽就能击落敌舰，这就是修仙大能吗？你说的那个三体帝国太空大战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些铁疙瘩还真不小。三体帝国是高级外星文明，面对那种级别的外星科技，我们人类束手无策。人类联邦的几千艘战舰在和三体帝国开战后，被仅仅一艘战舰消灭了整整一半，而我们却几乎没有对方的任何情报。如果不是全国的情报专家拼命破译，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人类竟然能被妖族搞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我看到铁疙瘩也不过是筑级巅峰所为，凭我一根手指头就能将其挫骨摇灰。仙人，请求仙人出手相助。仅凭人类目前的技术，继续正面作战只会让战友白白牺牲。唯一的胜机就是仙人您的仙法。眼神不错，放心，这帮妖族杂碎敢阻碍我恢复地球道统，就算你不求我帮忙，我也会出手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仙长请讲，陆明只要能够实现，定当全力以赴。请你们人类联邦支持我在地球开宗立派，我要让所有人类踏上仙途，全民修仙，重振道统。那个人怎么穿成那样啊？难道是在玩 cosplay？ 那不是陆明吗？这傻子居然真带着个穿道袍的过来，他还真信修仙者。那家伙不是之前大放厥词的陆明吗？他身后跟着的又是谁？怎么感觉你的同僚不是特别友好啊？之前在联邦会议说的一些话引起了争议，仙长，希望您做好心理准备。您也知道，在这个时代，科技为尊，让其他人相信修仙，终究过于困难。请进。陆明，有什么事吗？报告司令，我找到了修仙者。修仙者？没错，这位李仙长不仅在之前的战役中施展剑气，击毁三体战舰，前不久更是消灭了入侵的三体机器人。魏司令，有了仙长帮助，人类联邦对抗三体帝国的胜算将大大增加。校警未来，对，再叫2个军医，脑外科和精神科的。听我说话呀，魏司令。陆明，清醒一些，如果这个世界上真存在所谓的仙人，那老吴他们还会牺牲吗？可是司令，如果我早些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们当然不会牺牲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我来了，那人族的事情我不会不管。你这个混蛋，还敢大放厥词！魏姑娘不必多虑，如果你怀疑我的实力，尽管放手验证。我接受过龙国最顶尖的强化技术，哪怕刚才那一击没有用全力，普通人也根本承受不了。他居然……司令，你在对司令做什么？把枪放下！有点本事，看来你接受的强化手术等级不低。你是哪个国家的士兵？士兵谈不上，只是一个普通的修仙者而已。还嘴硬是吧？行，警卫，把他给我押到军武场，我要亲自验验这小子。那不是魏司令吗？他当年可是联邦军武大会蝉联3届的冠军，军中无敌。今天居然亲自下山打擂台。对面那个道士到底是谁呀？要是没2把刷子，不被他打死就不错了。陆明这小丑还真带回来一个所谓的仙人，这下有乐子了。既自称是仙人，就别让我的拳头失望，否则欺骗我部下的罪过可是很重的。魏姑娘，请。哼，光挨打不还手，就这也想赢魏凌霄？不对劲，这家伙的速度怎么快的跟瞬间移动似的？只会逃跑吗你？并非如此，只是大象走路难免踩死蚂蚁，跟凡人对战，我总得想一个击败你，又不至于误下杀手的招式才是。我去，这小子疯了呀！赶紧叫医务兵啊！蚂蚁误下杀手，那真是多谢你发善心了。外骨骼装甲，启动。不过现在先担心你自己的小命吧。刚才还只是练气巅峰，居然能凭借外物突破筑基中期，这科技还真是有点意思。怎么还不还手？不敢了吗？这姑娘的误解越来越深，让她开开眼界。疾风术，司令，有点意思。不过这种攻击就想放倒我，还太早了。不好意思，没控制好力度。看来你值得我拿出全力。机甲超频，功率300%。我去，居然功率全开！魏司令想拆了军武场吗？气势已经达到筑基巅峰，秒杀我那几个苦修几10年的老徒弟都绰绰有余。我算是理解为什么地球人不爱修仙了。既然你自称是仙人，接下我这一击，
应该也只是小意思吧。姑娘尽管来，这次我保证控制力道。很好。仙长，魏司令他没事吧？放心，这次力收住了。还真是天外有天的。县长，请您使用1%的力度攻击前方的标靶。怎么又碎了？不是让你们换个结实点的靶子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仙长，刚才已经是核爆级的标靶了，更高级的标靶还在专程制作啊。测试结果怎么样？这2天仙长都打碎了几百个标靶了，刚刚换上一个核爆级的，他只用了1%的力度就打碎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使用的灵气、功法，用任何观测设备都无法测量啊。也就是说，他肉身的全力一击，居然能超过100倍核爆，这李天山也太可怕了。要是他和我对战时控制不好力道，真的能把我一拳打死。我居然还主动找他对战，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魏司令，到。仙长，您有何吩咐？不必紧张，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开宗立派的事情。既然现在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龙国军方是否愿意协助了？李仙长，现在最大的难点是我们没有决定性的证据。在世人眼中，科技是无所不能的，就算公布仙者的存在，也无法说服高层和大众。那咱们就让仙长干等着。不会，我们可以先挑选一批天赋良好的士兵，交给仙长操练，只要拿出成果，我们就能把修仙之法推广到龙国全军，全民修仙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也不是不行，就是感觉见效慢了点啊。魏凌霄，就因为擂台上输给了这个小丑，你居然同意把龙国的军队交给他来打理，真是可求之极。赵检察官，来我这儿有何贵干？我当然是来提醒你别犯蠢。如果不是亲耳听见，谁会料到如此可笑的言论竟然出自大名鼎鼎的魏司令之口？可笑？虽然目前科学无法测算，但我以一个1线士兵的身份担保，李仙长的战斗力毋庸置疑。不过赵检察官常年身居后方，对此有所怀疑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哼，姓魏的，你放任部下在军中传播迷信思想，扰乱军心，都上报军理会，申请公开审理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有没有资格做这个司令。公开审理，正常没机会在人族高层面前露面，没想到刚课上居然有地这词。笑什么笑？还有你装神弄鬼，蛊惑高级军官，到时候你就等着军事法庭的审判吧。求之不得，正好让本座看看这凡俗公堂能否容得下我一句真言的分量。听说了吗？那边站着的就是之前在联邦大会上胡说八道那傻子，还贱妻，修真小说看多了吧？肃静。下面针对魏凌霄司令、陆明舰长在军中蓄意传播封建迷信言论一事进行审理。陆舰长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无论是李仙长一剑斩破3体战舰，还是一招秒杀3体机器人，都句句属实。但你们这群家伙却当睁眼瞎，根本不信。哼，陆舰长的言论还真是可笑。区冷兵器震动产生的气流，就能毁掉我们数千艘战舰都无法与之作战的敌舰吗？在场诸位虽然都并不是物理学家，但起码的物理常识还是有。你连这东西都能信，舰长的位置是怎么弄来的？肃静。舰长的位置当然是我靠军功拼来的，李仙长的实力是我在1线战场亲眼所见，也轮不到你们质疑。亲眼所见？你该不会是战场上磕了脑袋，出现幻觉了吧？我看陆舰长该去的地方不是咱们的议事大厅，而是精神病院。你丫说什么？一群井底之蛙，信不信等我修真成仙，立马削了你们！警卫，把陆舰长带下去，让他冷静一下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人类现在的技术根本无法检测李县长的实力。下面请龙国总司令魏凌霄入席。魏凌霄，我需要提醒你，你接下来的发言将决定你是否还能担任龙国总司令。明白，我对我的发言负全部责任。面对赵检察官的指控，你是如何看待的？赵检察官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。这么说，你并没有放纵部下宣传仙人存在的谣言？谣言？不，我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词去形容那位的存在，最恰当的就是仙人。这陆明防风也就算了，魏凌霄可是咱们龙国最优秀的军官，他怎么也犯病呢？肃静，肃静！魏凌霄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？当然，我最开始听到部下的消息时，我也根本不相信这套说辞，直到我亲自在战斗中败北。当时我穿着全套的外骨骼装甲，面对赤手空拳的仙长，却毫无招架之力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魏凌霄的战斗能力，别说在龙国，放眼世界也难逢敌手。
区区一次简单的肉搏战根本说明不了什么。大家也知道，人类联邦中，英国也掌握着顶尖的人体强化技术，也许击败卫司令的只是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强化人。没错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强化人专精近战，他还有其他的能力吗？当然有，仙人的能力强悍到无法估量，但很遗憾，我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。那你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卫司令，仅凭一场近身战，几句空口白牙的说辞，就指望我们相信仙人的存在？没有证据，是因为以人类目前的技术，根本无法判断仙长的真实实力，仙凡之间的差距宛若云泥。我好像知道他为啥发疯了。等他和陆明都住了精神病院，还能当一对病友呢。卫司令，根据龙国军政管理条例第17条，当官员出现明显的精神错乱，无法履行职务时，可提请进行强制心理与精神评估。肃静，魏凌霄，如果你再拿不出证据，此次审判结束后，龙国军理会将终止你的一切职务。没有证据，是因为人类的科技根本无法验证仙长的强大。在近战测试中，即便是核爆级的标靶，也承受不了仙长1%的力量。即便最精密的能量检测设备，也完全无法解析仙长使用的灵气。这种强悍到无法被科学解释的存在，难道不足以被称为仙人吗？科学无法解释，各位听听吧，我们龙国的部队一向以科学和纪律闻名，却让这种迷信愚昧的人坐在总司令的位置上。为了龙国舰队的声誉，必须下台。没错，下台，下台！叽叽喳喳的吵死了，一个个嘴巴里喊着迷信啊、愚昧的，你们又何尝不是在迷信着所谓的科学？你是谁？这里可是龙国军方高层会议，赶紧出去。仙长，你……魏姑娘，这里交给我吧。尔等凡人听好了，本座乃是天剑宗宗主一剑独尊李天山。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仙长吧？能蛊惑一位高级舰长和舰队司令为你说话，你撒谎的本事还真是高明。仙凡有别，你肉眼凡胎，自然无法理解我的力量。人类文明发展数千年，科技已经极度发达，你一个用冷兵器的原始人，却觉得我们无法解读你的力量。1000年而已，本座修行万年，已经达到渡劫飞升之境，又岂是那些凡铁打造的测量仪器可以窥探？还修行万年？你怎么不说自己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修的呢？怪不得陆舰长和魏司令神志不清。先来一个傻子，接着是一个疯子，没想到最后居然来了一个小丑。本座念你们无知，本不想多做计较，没想到你们还蹬鼻子上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仙人的威压。是龙吗？这气息也太恐怖了！不行了，光是看着这条龙，腿都软了。条李天山真的是神仙！这位神仙，刚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收了神通吧。既然知晓本座身份，只要保持敬畏之心，我也不愿多做计较。之后，本座要以龙国为基，在军方开宗立派，广收弟子，请各位全力配合。开宗立派？李仙长啊，咱们龙国毕竟有数千年的科学传统，不然这么说，咱们也很难办啊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不愿意配合了？配合？你简直痴心妄想！各位不要被他给吓到，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仙？这家伙刚才震慑我，肯定只是用了一些道具。道具？没错，这个骗子用的很可能是毒气或者次声波武器，又使用了某种投影技术，所以我们才会出现刚才的症状。赵小慧，你有完没完？仙长已经拿出证据，你为何还要执迷不悟？给我们变了个魔术而已，也配称为证据？警卫，赶紧拿下这个装模作样的骗子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区凡铁，能奈我何？住手！惹怒仙长，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后果？他如果真的有通天彻地的能耐，早就向我们证明了，何必用一些魔术表演糊弄？证？好，既然尔等不信，那我便让你们亲眼看看何为仙人。又是表演吗？李天山，如果你还想装神弄鬼，还是换个地方。聒噪！这是什么攻击？难道真的是那个所谓的仙术？赤钉的天幕由最坚硬的合金和能量护盾组成，能够防御一切极端轰炸。
一剑开天，大道通神。现在你们可相信了？月亮居然裂开了！我是在做梦吗？怎么一点也不疼啊？因为你打的是我呀，混蛋！这不可能，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有仙人？这肯定也只是投影技术。是不是投影？派探测器去月球表面验证一番，便知真假。各位，仙长已经展示实力，试问我们人类的技术还要多少年才能比得上仙长的1/1000？只有追随仙长，共赴修真大道，我们才能在对抗三体的战争中取得胜利。本座今日开始就要在龙国开宗立派，广收弟子，重振道统。你们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赞成，我也赞成，我反对。赵检察官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要固执到什么时候？幻觉，集体幻觉，或者是更高级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全息投影技术。李天山，科学是可以重复验证的，有本事你现在再表演一次。赵小慧，注意你的言辞，仙长并非街头杂耍艺人。本座行事何须向你证明？不过既然你一心求索，本座便让你看看。天哪，李仙长的神通竟然可以做到在月球上刻字！不可能，这违背了所有物理定律、引力常数，这怎么？赵检察官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这是针对我的精神攻击，是高级的脑波干涉技术。魏凌霄，你联合这个骗子，用这种手段排除异己，其心可诛。赵小慧，证据当前，你却执迷不悟。根据《龙国军政管理条例》第17条，当官员出现明显的精神错乱，无法履行职务时，可以提请进行强制心理与精神评估。他已经无法区分现实与幻想，继续留在监察官的岗位是极度危险的。我没有放，放的是你们，你们都被这个神棍洗脑了。科学才是唯一的真理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监察官。真理从不因人数多寡或声音大小而改变，它就在那里，你承认与否，它都存在。现在你的言行本身就已背离了科学求索的精神，实在可恶。来人，把赵监察官请下去。我没放，我是在做梦。闹剧已经结束，那咱们就来聊聊开宗立派的具体事宜吧。近日，龙国军队进行军事改革，成立专门的修仙者部队。据悉，该部队采用一种名为修仙的人体强化技术，修仙技术的能力上限极高。龙国军方高层甚至宣称，强大的修仙者能够独自击毁三体人的战舰。李仙长，修真者部队改革进行得相当顺利，多亏你上次在议事厅的那一剑，军方高层都被彻底说服了。唉，早知道穿越的时候，我就该直接飞到你们司令部，对着月亮来一剑，那样早就把开宗立派的事儿解决了。那样你会被当成三体帝国的入侵者抓起来吗？这是咱们修仙者部队初步筛查的名单，大约有2万人，都是从各个部队抽调的精兵强将，能力和意志绝对过人。这是测灵石，它能大致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修仙。测灵石？它具体能测试什么？它能测试灵根的属性、数量，而这又决定了修炼的天赋。仙长，我先来测一个。哟，火系单灵根，在修仙界，你可算得上千里挑一的天才了。真的吗，仙长？等我修成正果，先砍他个1000-8个三体机器人报仇。这是金木水火土5行灵根。5行？那不是比我强5倍？灵根越少，天赋越高。魏司令的这个天赋嘛，俗称杂灵根或者废灵根，可能以后修仙会比较困难啊。哼，没事儿，反正我平时当司令也很忙，这个仙我就暂时不修了。从来没见过他这样。魏司令，有没有办法让龙国以外的国家也一起修仙啊？这个恐怕比较困难。龙国好歹有一定的文化土壤，对于修仙相对了解，但其他国家不了解修仙，而且对科学的坚信更是根深蒂固。不过最近倒是有一个机会，能够让咱们龙国的修仙者部队好好露一露脸。露脸？你是说？没错，人类联邦军武锦标赛。人类啥？军武锦标赛又称军武大会，就是各个国家的士兵集中在一起切磋武艺，也是一种对国家军力的变相展示。懂了，宗门大比。之前的军武大会虽然我拿了几届冠军，但自从当上龙国总司令之后，事务繁忙，我再也没有参赛。后来所有的冠军都是由英国包揽的。英国是地球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，他们的人体改造技术也非常强悍，
甚至超越了咱们龙国，所以在大会上他们也是输少赢多。樱花国、毛熊国的技术也非常强悍，算是咱们的劲敌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咱们把这些家伙都揍一顿，人类联邦就能承认修仙者的实力了。仙长，距离今年大会开幕只剩2个月了，时间来得及吗？放心，交给我。欢迎各位加入修仙者部队，重振道统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要叫我仙长。只要各位勤勉修炼，不仅可以获得无上神通，更可天地同寿，长生不老。长生不老，这教官说话怎么跟保健品广告似的？可能有中二病吧，无所谓，有真本事就行。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项修炼——打坐念经。我们是来训练的，还是当道士的？仙长，1个月后就是军武大会了，训练情况怎么样？说实话，比我预想中要困难一些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引气入体。没有人引气入体，那不是跟凡人一样？没办法，这群士兵缺乏修仙的信念。信念？大家从小受到科技环境的熏陶，只相信数据和机器，他们根本不相信灵气，又谈何感应、吸收？我只能安排他们打坐念经，慢慢增强对灵气的感悟。那你让他们不许吃杂物，顿顿吃素。那叫仙草，能去体内杂质。那每天背诵经文，学习古文，陶冶情操，对感应灵气有好处。还好我之前说暂时不想修炼，不然估计也要在这修仙部队吃草背书了。我感觉自己撑不住了。这修仙部队真的是人待的地方吗？你看陆舰长，这都1个月过去了，他的表情还这么淡定，真让人佩服。妈妈，我想回家。各位起来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新增一项训练。终于要教我们真功夫了吗？看来正式的训练要开始了。接下来由我来讲解修仙基础知识，境界划分、丹药、符箓、阵法、灵兽、法器、渡劫，还有修仙的最终目的——飞升。他在说什么呀？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当然，这些知识干巴巴的讲解也确实有些无趣。我在地球探查时发现，人族的修真小说详细的记载了这些知识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修士在结束训练之后，都要回去看一些修仙小说，1周后集体测试。仙长啊，咱能不能直接交个必杀技啊？再这么修下去，我真要怀疑人生了。测个屁！这里是军队，不是什么 cos 社团。黄杨教官，他来做什么？李天山，我看你就是一个大骗子。哦，那你说说我骗什么了？当初修仙者部队成立时，宣传里铺天盖地的都是什么精英部队，结果呢？你们训练的都是什么内容？吃草、打坐、看小说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在你们训练的这1个月里，士兵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12%，肌肉疲劳恢复周期延长了30%，越练越弱。修仙之前，他们必须洗筋伐髓，排除杂质，身体难免有些不适应。不过黄教官，你对我的学生倒是挺上心的呀。我拿出数据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不配带队参加军武大会，丢咱们龙国人的脸。龙国派谁参加锦标赛是由司令部决定的，你如果有异议，可以走官方渠道申诉。申诉？没这个必要。我有更简单的方法。李天山，敢不敢让你的学生跟我的学生打一场，赢的一方还有资格参加军武大会？打就打，谁怕谁呀？好，12铜人出列。 Sir，Yes Sir。我去，这肌肉不会一拳把我打死吧？黄教官，他们的修仙还未有成果，你无妨。黄教官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，但是不是我的徒弟跟你的徒弟打，而是我的一个徒弟，单挑你手下的12铜人，外加你这个教官。你说什么？仙长疯了吧？咱们这一个引气入体的人都没有，怎么打呀？是啊，仙长该不会想放弃参加军武大会吧？老六，李子在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们的六师兄，巨剑山老六，修为筑基初期。你是说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家是你的学生？怎么，你害怕了？哈，区区一个老人家，我的弟子就足以应付了。黄洋他们真的要和那个老人打吗？他可是拿过军武大会亚军的精英啊！我们可不会留手。12铜人上！来得好，翠星卓越手。这是什么妖法？这就是被你们当成骗术的修仙之道。原来修仙者这么厉害，太好了，忽然感觉又有盼头了。修仙？呸！你就接着忽悠！一个老头这么能打，肯定是做了什么强化手术。我可以担保，这并不是什么强化手术。黄教官，
既然胜负已分，那龙国的参赛资格就要交给李仙长。哼，谁说分出胜负了？老子还没上呢！我可是接受过多次强化手术，老人家拳脚无眼，当下要是折胳膊断腿儿，可别怪我。小子，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，反正年轻人恢复快，我可不会留手。接招！来得好！这场景似曾相识的，让人讨厌了。这不科学呀！当然不科学。各位，想要获得超越科学的力量，就要使用超越科学的方法。你们愿意跟我一同正得大道，修炼成仙吗？愿意，愿意。为了这种级别的战斗力，你们就大老远的把我从2个星系之外叫过来？基里安上尉，其实真正强大的是那名叫李天山的修仙者，他能操纵虚境能量，发出不亚于3级文明的攻击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能够将自己的能力用某种方式传授给周围的人。刚才战斗的其实是他的弟子。传授，也就是说，放任这家伙继续下去，地球上很可能进化出3级文明。怪不得你要叫增援，蝼蚁数量多了也是一种麻烦。给我准备 X-5090型毁灭装甲，我要亲自会会他们。欢迎各位来到第45届军武大会。大家知道，历代军武大会都是展现各国士兵风采的舞台，这次军武大会更是人类首次战胜3体帝国后举办的盛会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下面介绍参赛者今年的夺冠热门。首先是人体强化技术最为先进，连续包揽多届冠军的英国队。好强的气场，今年的冠军肯定又是他们的。然后是将忍术与剑道融合，战术手段华丽潇洒的樱花国队。太帅了，樱花国队加油啊！最后是拥有众多古代武术传承，却多次惜败于英国的龙国队。啥？这就是龙国队啊？龙国今天怎么派出了这么一群细狗啊？是准备一轮游了吗？吃了2个月的草，又天天打坐，小爷的肌肉都掉没了。不能以貌取人，龙国的科技也很发达，或许这群人进行了什么厉害的强化手术吧。主持人，我能说2句吗？好，龙国的领队在战前有些话想要跟大家聊聊，是挑战还是战前动员呢？感谢主持人的介绍。刚才有人说咱们龙国的武术很厉害，也有人说我们会用强化手术，但我可以保证，这次比赛中除了卫司令之外，没有任何龙国队员接受过强化手术。请问龙国准备用什么方法取胜呢？当然是凭借队员们的修为和功法，也就是修仙。修仙？他刚刚说的是什么高科技的名字吗？啊，修仙？那不是龙国小说里面的设定吗？听说能够让人长生不老，堪比神明。这个领队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。实际上，咱们这次的参赛队员绝大部分都是修仙者。我们来这只有一个目的，向世界证明修仙者的力量远胜于科技。他疯了吗？修仙只是传说而已，科技的力量才是货真价实的。这可是展示国家实力的军武大会，龙国怎么会让这种装神弄鬼的货色来当领队啊？我一直很好奇，是谁给的勇气，让你们把这种民间笑话带到世界级的赛场上来？现在我知道，原来你们龙国军队只不过是一群迷信的蠢货。本以为你们龙国人底蕴深厚，还有跟我樱花国争一争亚军的资格，没想到今日派出的对手只是一群可笑的小丑。夏虫不可语冰，仙凡永别。无论我再怎么跟诸位解释，恐怕你们也无法意识到自己和修仙者的差别。咱们擂台上见真章吧。好小子，等下上了擂台，可千万别动静！我要把你们龙国人的屎都打出来，然后再把你们摁在自己的屎里打。看来不用我们出手，你们龙国自己就会成为这届比赛最大的笑话。此等货色，根本不值得我们在战术上浪费时间。这帮狗眼看人低的混蛋，小爷真想现在就削了他们。英国、樱花国和咱们龙国是3强相逢的老对手了，他们的嘴巴不臭才怪。凡尘潇潇，犬吠几何，不用搭理他们。等我们夺得冠军的位置，自会证明一切。下面有请 A 区擂台第1队参赛选手龙国陆明。终于开始了，他的对手是樱花国队长宫本。宫本队长太帅了，放弃吧，自己主动投降，至少输得优雅一点。优雅？哼哼，等小爷在台上踢爆你的屁股，希望你落地的姿势也能优雅一些。怎么跟我们宫本大人说话的？你是不是想死啊？宫本萨玛，教训他！请观众克制一下情绪，双方选手准备。粗俗的蠢货，不降便死！找死的人是你！开始，比赛开始。
哎呀，战斗一开始，宫本就连连抢攻，陆明只能闪避，根本无法还击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个宫本的速度就跟慢镜头一样，这就是仙法的成果吗？怪不得李县长那次能轻易的战胜卫司令。你这苍蝇倒是灵巧，那就吃我这招密剑厌烦。出现了，是宫本速度最快的绝技厌烦。现在陆明无法继续闪避，看来宫本是准备速战速决了。切，雕虫小技，玄武盾。我们命到秋水呀！裁判，他这是作弊了吧？比赛不是不能用高科技吧？这个护盾至少是战舰级的呀！最低级的功法居然也能成作弊，唉，突然有点同情他。抗议无效。根据检测，陆明身上没有携带任何高科技设备，他的护盾完全是凭借自身能力制造的。比赛继续。哼，现在知道修仙者的厉害了吧？大意了，名刀秋水，我这就为你报仇，暗器解放，雨落狂流。大招嘛，谁没有啊？烈阳焚天掌。这是……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掌法？太帅了！怪不得龙国的人这么猖狂，原来他们有超能力呀！好好听人说话，不是超能力，是修仙啊！这陆明虎是个修仙的好孩子，短短1个月便从隐期入体，进阶主级初期，跟我当年相比也差得不远。不过另一边的战况，小美女，这就累了？老子还没玩够呢！想不到这家伙这么能缠，明明赤手空拳，防御力却堪比外国和装甲，这个汉克到底把自己改造到了何种地步？继续呀，还是说你打不动了？少瞧不起人！给我搁这刮痧呢啊！听说你之前蝉联过3届冠军，武功倒是不错，不过在我们英国的人体改造技术之前，就是个屁！该死，只能用那一招了吗？痛觉编辑器功率全开，肉体限制解除。好，看样子魏凌霄选手终于成功破开了汉克的防御，汉克一直在被动挨打。结束了？什么？攻击不错，差点真被你干掉。你也能使用灵力？这是反重力装置，跟我们英国比人体改造。魏凌霄，你简直是自寻死路！老子现在就履行承诺，把你的屎给打出来。小子，这是我和他的比赛，少来碍事。对你这身手很得意是吧？再敢辱我门人，就废了你这一身本事，以赎罪过。不错了。为什么刚才他看我的一瞬间，我有种下一秒就会被杀掉的错觉？胜者是英国汉克？怎么可能？卫司令居然输了！这个汉克实力不弱，陆明对着他绝对不要留手。弟子明白。刚才那个诡异的龙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面对他的时候，感觉就像是面对一头人形的怪兽一样。刚才你打得很开心啊，希望你趴在地上时还能笑得出来。哼，老子刚才还没爽够呢，剩下的在你身上讨回来。不行，这帮龙国人太诡异了，速战速决。比赛开始，重力挤压，剑影迷踪。到底哪个是真身？不管了，先干掉一个。重力挤压，烈阳焚天掌。这就是强化人和修仙者的差距吗？如果我不是所谓的废灵根，是不是也……结束了汉克选手似乎失去意识了。如果他不能在10秒内起身，本场比赛将由陆明选手胜出。该死的家伙，为什么他强得跟怪物一样？这根本不科学，不对！我们英国的科技力量才是世界第一！集中一体，启动狂化！陆明强化虽然能达到主级公子，不过看样子失去力气。哼，徒增蛮力，我便让你明白何为仙凡之变。是什么？打得挺热闹，挑我一个吧。这是哪个国家的选手？请不要妨碍比赛。我来自三体帝国。啊，三体！快跑啊！三体人来了！为什么三体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这点实力来送死？居然连那个英国队长都接不了一击吗？该死！樱花国队全力攻击！
剑气都不会用，就别拿着2根铁片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你说是否，李天山？这家伙居然说出了仙长的名字，你认识他？我确实对你很感兴趣。根据汇报，你不仅击碎了我们的护卫舰，还秒杀了我们派去的杀戮巨象。没想到在地球这种垃圾文明中，居然能诞生你这样的战士。应该说我们是垃圾。最终指令：审判日射线。队长，不行啊！审判日射线一旦启动，方圆10里都会化作灰烬的。那也要拖着这个混账陪葬，让他见识见识我英国世界第1的科技水平。这怎么可能？不自量力，小丑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同志们再怎么张牙舞爪，也都无趣至极。唯独你李天山，力量和这些垃圾完全不同，值得我多看2眼。这么欣赏我？难道你是想不留？朋友，我可是4级文明的上尉，你一个3级文明的废物也配？李天山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臣服的机会罢了。只要你乖乖让我解剖研究，我可以让在场其他人死得痛快点。一个金丹修为的妖孽，也敢挑战大成修士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不过拿来给弟子练练手，倒是合适。陆明，仙长有何吩咐？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铁疙瘩好好上一课。什么？我打三铁？什么？我打三铁？怕什么？本座在旁边给你略阵。师傅，你刚才都说了，对面是金丹修为，我才筑基，怎么打呀？当年本座筑基初期都能越级击杀金丹后期，你一个筑基中期怕什么？也罢，我赐你一件法宝，入能妖。此物名为烽火锤，乃是当年被我击杀的一名化神长老的至宝，定能轻松助你击败3体妖孽。这是好强的灵力！李天山，你未免也太自大了！我这身毁灭战甲可是4级文明的科技结晶，你让这小子拿着一把破锤子跟我打，不是让他送死吗？你这种孤陋寡闻的蝼蚁，当然看不出这法宝的威力。等下被我的弟子砸死。好，李天山，等下我把你的弟子砸成肉饼，再塞到你嘴里。接招吧，渺小的人类！怎么回事？那把锤子最多也就是3级文明的武器，居然真能挡下我这招！这法宝好强的防御力，而且接下刚才那招后，感觉他的灵力有所增强。一把破锤子而已，我看你能挡到几时？好奇怪，他的攻击越重，锤子上的灵力就越强。难道这就是烽火锤的玄机？这妖怪破不了你的防御，陆明，放心揍他。是。怎么可能？这小子的能量等级明明这么低，为什么攻击如此强悍？这把破锤子威力如何？这小子刚才的攻击不过是侥幸罢了，我的机甲身上连一点擦伤都没有。下一集我就送这傻小子上路。我要你灰飞烟灭！来得好！什么？这把锤子居然能吸收我的能量？什么？羽翼战甲手艺重组粘合！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个人类的能力分明弱不禁风，却能利用我攻击的能量反伤我。火借风势，生生不息。这烽火锤最大的玄机就是能吸收敌方攻击，化为火属性灵气。不可能！时间之内吸收转换如此庞大的能量，完全违反了能量转化定律，就连我们3体帝国的科技都无法做到，你们这群原始人又怎么可能成功？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不是科技，是仙法。混蛋，侥幸得手而已，少在这自鸣得意了。战甲超载，功率300%。通过透支能量，竟然能让修为达到元婴初期，这技巧倒是有点意思。元婴初期，仙长，我还上吗？不用担心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接招吧，毁天灭地！你们3体人的招式都这么浮夸？3级协议下，毁灭战甲能够轻松扫平城市，甚至贯穿整个行星。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接住我几招！聒噪！所有人启动防御措施，准备迎接冲击。清明副天掌，检测到强烈虚境能量威胁，能量等级4级文明。怎么可能？这家伙怎么可能和我一样来自4级文明？生存概率低于50%。该死，能量全开，功率1000%，怎么可能？
结束了，那个机甲呢？拍成灰了。仙长果然威武，我就知道你一出手绝对能赢。威武吗？就一个金丹巅峰而已。等你1000年后修炼到元婴，随便灭着玩。如果我也有修仙天赋的话，会不会也能像陆明那样和三体人作战？英国的直升机吗？看来是救援到了。本来想借助这次军武大会，好好宣传一下修仙者，结果被那个铁疙瘩搅黄了。这有啥？仙长，您都能秒杀那个机甲了，号召人类联邦修仙，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。要想说服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混账！什么叫无法检测后续信息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教授，基里安上尉传来的情报，到他开启战甲超赛时就已经结束了。闭嘴！基里安上尉的毁灭战甲，放眼帝国也是最强的单体战力之一。你告诉我，他都开超载了还被赢，你自己说，这个结论科学吗？可是教授，咱们检测到的数据就是这样的。废物，把数据拿来，我亲自看。如果数据是真的，单论攻击力，这个李天山已经达到了4级文明巅峰，也就是说，哪怕他的真实实力达到5级文明，也不足为奇。不，这不可能。教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宇宙之中，文明一共分为12级，咱们三体帝国发展了100万年，才勉强达到4级，拥有穿梭宇宙，甚至能勉强控制时间。如果这个李天山真的拥有5级文明的力量，那他仅凭一人之力，说不定就能覆灭整个三体帝国。什么？他居然那么强悍！我们究竟招惹了一个怎样的存在啊？全速返回母星，立刻将我们在太阳系的发现禀报陛下。此事关乎我帝国存亡。距离上次联邦会议才过去几周，怎么又突然召集？听说三体人又来挑衅了，不过这次规模很小，只摧毁了英国的一颗卫星和军武大会的场馆，几乎没有人员伤亡。这种小规模冲突也要兴师动众召集全球军方高层，龙国未免太大惊小怪了。肃静，本次紧急会议旨在通报3日前三体帝国的入侵事件。现在，请事件亲历者龙国总司令魏凌霄进行简报。诸位同僚，我将如实汇报事件经过。一名三体帝国高级军官驾驶特制机甲突袭军武大会，先后击败英国、樱花国参赛部队，并单枪匹马摧毁了英国的审判日卫星。该机甲在与我国高级舰长陆明交战后落败，之后全力进攻。据称，该机甲的战斗能力足以贯穿地球，幸亏李先生出手将其击毁。这并非普通的军事冲突，而是一场关乎人类文明存亡的危机。他刚才说一架机甲可以打穿地球，仙长，这是神话中的仙人吗？神仙竟然击败了三体机甲？他说仙人秀礼，难道这位仙人还是龙国人？这怎么可能？若没有其他问题，我将继续汇报。荒谬，简直荒谬透顶！卫斯理，你这是在羞辱人类联邦成员的智商吗？果然，英国第一个坐不住了。特劳姆总统有何疑惑，请您直言。卫斯理，你刚才就是一派胡言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那架机甲是在我们英国队长汉克的英勇作战之下被消灭的。龙国不仅坐享其成，还敢公然攀天之功，简直无耻至极。总统阁下，我承认英国战士勇气可嘉，但请您正视现实。面对能轻易摧毁审判日卫星、武器威力足以灭绝地球文明的敌人，常规武力真的有效吗？若非李先长出手，人类文明早已灰飞烟灭。仙人毁灭地球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那架机甲连比赛场馆都没能完全摧毁，分明只是三体的侦察部队。龙国夸大其词，究竟有何图谋？哼，有李先长作战，龙国根本不屑于这等算计，请总统搞清楚，我今天的发言不是为了一国私利，而是为了给全人类一个了解修真文明、进化飞升的机会。魏司令，你刚才一直说是那位李先长拯救了人类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就是在前不久的太空战役中以万里剑气斩断三体战舰的先人，也是我们人类的救世主。剑气这个词儿我怎么在哪儿听过呀？对了，那次战役后，龙国的高级舰长陆明也说自己看到过剑气。那不是龙国修真小说里的设定吗？没错，在龙国的小说中确实有大量关于仙人和修真者的描写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些故事并非纯粹虚构，而是不争的事实。也许这听起来难以置信，但李先长确实2次施展仙术神通，救人类于水火。如今他愿意将修真之道传授给地球文明，我们又为何要错过这个让文明进步的机会？我提议更改地球防御计划，全力打造修真文明。够了，魏凌霄，别以为你仗着龙国总司令的身份就能在这里胡说八道，编出一个能对抗三体的所谓仙人已经够扯淡了，还要我们学习什么狗屁修真？李先长展现的战斗力如此强悍，全民修真增强人类文明实力又有何不妥？
战斗力。魏凌霄，就算那三体机甲真的是他干掉的，拆掉区区一个铁壳子，也配叫战斗力吗？这个所谓的神仙，在我看来，让坦克强不了多少。那总统又该如何解释之前三体战舰被毁一事？魏司令，之前你不是口口声声不相信这件事是剑气所为吗？何况你们根本就没有证据。如果人类联邦要为了这个小丑的要求让步，英国将退出接下来的地球防卫计划，转而专注本土防御作战。英国可是现在地球防卫计划的主力，他们如果退出，咱们拿什么打呀？是啊，那个仙人一听就不靠谱，咱们放着好好的科技不发展，凭什么去修仙啊？实力是打出来的，不是吹出来的。魏凌霄，你演这么一出蹩脚戏，无疑是想提高龙国在联邦舰队的话语权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英国还在联邦一天，就绝不会让龙国继续传播这种无聊的迷信。总统阁下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讲证据，那咱们安排一场演习，验证一下仙长的实力如何？演习？那就由李仙长对战英国引以为豪的部队。如果仙长赢了，英国必须承诺之后无条件和人类联邦共享所有资源，并且改变之前独断专行的作风，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上交联邦。魏凌霄疯了吧？英国可是目前科技最发达的国家，龙国有什么胜算？而且他竟然主动提出由一个人单挑英国全体部队，难道这个人是上帝吗？魏凌霄啊，看来你不是装疯，是真疯了。我接受你的挑战，但如果你们输了，这个所谓的仙人必须交由我们英国管理。就算我们要在实验室剖了他，人类联邦也不得干涉。一言为定。李仙长，听得到吗？怎么了？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向人类联邦证明仙长的力量。帮你们打妖怪还要自主实力，你们的这个联邦还真是麻烦。不好意思，辛苦仙长了。演习成功后，仙长也会有更高权限调动联邦资源。等下希望您稍微收点力，不要闹出人命。放心，最多给他们点教训罢了。装神弄鬼。总统，各单位就绪，随时可以开战。让他们收着点，宝贵的实验素材别一炮就轰死了。可是就龙国在军武大会的表现来看，这些修仙者确实比咱们强化的那些超能力者厉害不少啊！万一他赢了，不存在万一。我大英国的科学技术是世界第一，全军准备。演习开始。上头吩咐收着点力，先拿几个空包弹试探一下。收到。混蛋，竟然看不起我们！第二飞行编队全弹发射。这家伙是人是鬼？是仙。报告损失情况。报告，损失2个战斗机编队，但飞行员及时逃生，暂无人员伤亡。这畜生跟我们斗真格的了。总统，对方如此轻易的就覆灭了2个战斗机编队，常规武器对他来说似乎意义不大呀。闭嘴！我就不信他还真是神仙。所有单位全体发射。该结束。这怎么可能？契机！契机！怪物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总统阁下，要不咱们认输吧？开战前我就和那个姓魏的打了赌，如果输掉就要完全交出军队的指挥权限。现在怎么可能认输？我们还有什么武器？我们还有离子裂解炮，这是我们通过三体战舰的残骸研制的，它能穿透绝大部分的防御力量，也是用于对付三体的最后底牌。阿特，立刻给我发射！这么强的爆炸，它还能活吗？错杀又如何？让那群龙国人知道，英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。最强的一击，也不过勉强接近thần丹巅峰，还想杀我？这帮凡人真是不知死活。难道真的是神仙？降还是不降？本座耐心有限。投降！我投降！很好，以后英国军队就交由联邦统一管理。另外，人类联邦将全力推行修仙者计划，弘扬仙道。要是英国胆敢碍事，本座绝不宽容。是。本次演习正式结束。近日，关于龙国仙人李天山对抗三体帝国的消息在人类联邦掀起轩然大波。据悉，这位仙人不仅能一剑斩断三体战舰，甚至阻止了一场足以毁灭地球的爆炸。消息看似荒诞，但诡异的是，联邦各国政府高层
却都默认仙长的存在，甚至在军队中积极推动部队改革，培养修仙者。难道人类联邦已经承认了仙人李天山的实力？更多消息，请关注后续报道。戴森球计划最近推行的如何？回大王，最近我们扫平了3个1级文明，在5个恒星系中建立了戴森球系统，已经开始能源传送。5个？最近派出的勘探队不是发现了6个稳定恒星系吗？大王，其中一个名为太阳系的恒星系中发现了一个土著文明，据说该文明具有2级武力，击坠了我们派去的战舰，目前已经向该星系派遣增援，相信很快就能将其扫平。报告大王，前往太阳系的随军研究员哈桑博士求见。哦，让他进来。陈哈桑参见大王。按理说，向我汇报任务的应该是你们的舰长才对，他人呢？报告大王，基利安上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当地土著击杀，壮烈牺牲。你说什么？基利安上尉为了捕获珍稀研究样本，前往地球与当地土著进行激烈战斗，最终壮烈牺牲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上尉级的军官不是都配备了毁灭战甲吗？大王，基利安上尉正是驾驶战甲作战的。不仅如此，他在死亡前还将战甲进入了超载模式，战斗功率提升10倍。即便如此，依旧被轻松秒杀。真是可笑。咱们帝国的军官在战甲功力全开的情况下，居然会被一个1级文明的土著杀死，就这还配称得上壮烈牺牲？我看这帝国之耻。属下所说句句属实。那名敌人虽然外表和地球土著一样，但单论战斗力，他绝对远超帝国，甚至可能有5级文明的水准。5级文明？这怎么可能？陛下，说不定对方是某个高级文明的旅行者，不必硬拼，绕开便是。爱卿所言甚是，就照你的意思办。大王，万万不可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光是绕开还不够，我们应当主动交好，赔礼道歉，以消除地球文明对我们的敌意，否则帝国必将陷入危机。荒谬，荒谬透顶！我们三体帝国用了整整100万年，才称霸20多个星系，成为雄踞一方的4级文明。你居然让帝国给一群只有1级的蝼蚁道歉！大王，那敌人掌握着名为修仙的技术，并能传授他人。若放任不管，只需1000年，地球文明必将集体飞升为新的5级文明。混账！还在胡说！本王马上治你欺君之罪！大王，就算您要治罪于臣，也要先赔礼道歉，否则等三体帝国灭国，大王您就是千古罪人啊！我看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大王，这小子如此执着，说不定那地球土著还真有些门道，不如派出精英部队，让他随船担任向导，如何？不，大王，我不想回地球，舰队入侵就是死路一条啊！准了，立刻前往地球。卫司令，修真者计划推行得很顺利，咱们修仙者部队派到各国的长老名单都在这儿了。行，下去吧。哟，司令，怎么最近沉迷看小说了？龙国的修真小说和李仙长的修炼体系高度相似，多看看书，总能得到一些修炼上的启发。卫司令，你不是说暂时不修炼吗？看到咱们几个的进步，终于忍不住了吧？哦，陆明觉得自己修为高了，比我了不起了是吗？不敢。卫司令，您慢慢看，我接着干活去了。难道废灵根就真的不能修炼吗？这是……李仙长，人类联邦给您准备的蜘蛛洞府如何？不错，灵气还算充裕，这2天还送来了不少天才地宝，看来我的待遇提升挺大呀。当然，现在人类联邦大力培养修仙者，您正是这个计划的核心，自然会得到联邦全体成员的敬意。敬意免了，只要他们好好修炼，重振道统，本座就心满意足了。仙长，其实我也想修炼，可是我的灵根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虽然5行灵根初期修炼很慢，但是胜在5行俱全。等1000年之后，你进阶化神，修炼速度便会1日千里，甚至比那些天灵根的天才更快。1000年？可是仙长，地球危机近在眼前，我不想等那么久。我听说合欢宗的双修之法能够快速提高境界，请仙长助我修行。合欢宗？你从哪儿看到的这么不正经的玩意儿啊？当然是仙长推荐的那些修真小说啊，其中一本的主角通过双修，最后可是正道大帝了呢。失算啊！为什么地球的修真小说会把这种歪门邪道当主角写啊？仙长，如果双修真能让人类获得力量，那我作为龙国舰队总司令，愿以身作则。靠，真被小说坑惨了。不对，双修之法的原理并不复杂，只要稍加改良，说不定真能帮到他。魏姑娘，双修可是要吃大苦头的，你确定要这样吗？皮肉之苦，何足挂齿，请仙长和我双修。行，既然你道心坚定，那本座这就满足你。
转身。仙长初次双修，还请温柔些。那可不行，太温柔了，功力打不进去。鞭来。仙长，不是双修吗？你拿鞭子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是合欢宗啊？我这可是正经双修，先用这凤尾鞭打通经脉，再辅以柔和功法注入灵力，有点疼啊，先忍着。报告长官，已开启亚光速航行，预计10天内抵达地球。这地球还真是偏僻至极，修仙者们，你们可别让我失望了。特劳姆总统，此次演习英国大败，还有希望夺回指挥权吗？总统，您的支持率已暴跌至20%，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选民说？闪开，都闪开！该死的李天山，竟让我英国蒙受此等大辱！下次战役，我一定要证明英国实力，重掌大权。仙长，再来。不行，我歇会儿。这小妮子短短几天就从炼气晋级金丹，简直是万中无一的双修圣体啊！仙长，我还想进阶，咱们抓紧时间修炼吧。总感觉他是不是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属性啊？魏司令，大师部有话快说。是，报告魏司令，李仙长探测到敌舰来袭，数量惊人。敌舰？不好，这段时间一直双修，神识消耗太大了，居然走得这么近了才感知到。有李仙长作战，慌什么？出去做1000个俯卧撑。是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英国总统特劳姆和他之前的旧部里应外合，带着一批舰队出发迎击了。你说什么？有异能者在身又如何？说到底还是个贪图享乐的废物。等我们此战立了首功，舰队的指挥权就还是英国的。总统阁下，敌舰逼近中，预计还有30秒进入交火范围。很好，诸位将士，这是咱们扬名的一战，英国的雄姿必将名垂青史。是，全力开火！报告总统，攻击无效。启动粒子分裂号，发射！不愧是针对能量屏障专门研究的武器。将士们，继续冲锋！报告长官，根据检测，对方使用了粒子裂解炮，我方已有多艘战舰被击穿。哦，1级文明居然有这种装备！驱逐舰上前，主炮准备。明白。哈桑博士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危机。区战舰算什么？修仙者到来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怖。敌舰撤退！我们的进攻有效了！哼，什么高级文明，还不是拜倒在我大英帝国的技术之上？报告，总统阁下，有新的敌舰逼近，体积大概是撤退敌舰的3倍左右。什么？不要慌，继续发射粒子解裂炮。报告，粒子裂解炮无效，敌舰的护盾切换了模式，无法解析。你说什么？可笑的蝼蚁，击毁几艘最便宜的护卫舰，就以为自己胜券在握。聚焦猎户发射，碾碎他们。报告，敌舰发射的主炮直接击毁了5艘主舰，阵型又已撕裂，无法维持。报告，根据检测，敌舰阵列中至少还有40艘类似舰体待命，以我火力差距过大。难道我们英国难逃一劫？是我亲自毁了英国舰队！警报！直接攻击！敌舰直接攻击！我愧对英国。他难道是李仙长？犯我地球者，虽远必诛。魏凌霄，灰姑娘，你刚刚晋级，气息不稳，作战不要勉强。仙长放心，有你赐我的法宝，现在我好不容易踏上修仙之道，能够亲自上阵杀敌，还请仙长不要出手。没问题，放手去做吧。赠予他的法器能够免疫化神以下全部攻击，对付这帮宵小之辈绝对不成问题。终于出现了，全体舰队主炮准备，目标锁定敌方修仙者。报告长官，失去敌方踪迹，正在重新锁定。这速度真的是1级文明能达到的吗？重新锁定中，目标距离3、2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混账！能量屏障没用吗？报告长官，对方根本没有用能量武器，他是用肉身闯入屏障，之后再用冷兵器切开战舰的。什
么？肉身闯入屏障，屏障开启时，内部温度足足有3000度，足以融化钢铁。他居然仅凭肉身就能闯进去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玩笑？哈哈哈，这就觉得难以置信了。我告诉你，他还不是地球的最强修仙者。等李天山出来了，你们连哭都来不及。胡说八道！他已经是个怪物了，怎么可能有更强的修仙者？全体舰队，靠那名修仙者发射所有武器！长官，敌方速度太快，无法完全命中。全中也无所谓，把所有武器打出去！区区1级文明也敢跳脚，这就是下场。哦，你确定你已经将那个修仙者干掉了？哼，你是在质疑我们帝国的火力不成？就算他们的科技水平与我们相当，也不可能防住这一轮攻击，更何况是一个原始人。这是仙长给我的玉佩，难怪刚才那一轮齐射至少有元婴巅峰的攻击，要不是法宝护身，现在我应该已经凉了。不能轻敌了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剑造3000，进千山。这该死的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报告长官，敌方的每一次攻击都有堪比护卫舰主炮的力量，舰队损失已经超过了30%。你说什么？他一个原始人，难道还能跟我们整个舰队抗衡不成？我早就说过，修仙者的力量绝非科技和常理所能测量的。你如果不想让部下白白牺牲，就赶紧投降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投降？简直可笑！我堂堂3体帝国将军，手握重兵，力王所托，竟然要向一个1级原始文明投降，那我还有何面目回去见帝王？就算让所有士兵在地球牺牲，我也不可能退缩。全体舰队发射毁灭战甲！是。那是上次派往地球的机甲，本以为是精锐战力，没想到只是一群量产货。3体帝国的战斗力竟然恐怖如斯，剑道3000，进千山。自爆程序启动。什么？这威力，仙长给我的法器扛不住了。毁灭战甲自爆以后的威力足以粉碎小行星，我看你怎么扛！你疯了，让士兵当人肉炸弹，他们可是活生生的人。那又如何？只要能战胜对手就行，为帝国牺牲是他们的荣幸。全体战甲继续发动自爆攻击。后场消失，继续补充攻击！杀了他，为兄弟们报仇！谁？本座李天山。天道好轮回，你们3体人对地球大举入侵，就算被人灭了全族都是报应，如今却把战友的牺牲归咎于我宗门弟子，简直厚颜无耻。那就不要怕，冲上去，咱们跟他拼了！既然执迷不悟，那就葬身于此吧。剑道3000，裂苍穹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长官，刚才敌人的攻击消灭了90%的友军，请求撤离。什么？我们帝国发展数百万年，所有舰队在4级文明中也是绝对的佼佼者。可你刚才说仅仅1次攻击，他就消灭了3成舰队，赶紧投降吧！就凭这10%的舰队，3体也已无胜算，说不定连这剩下的10%都是他为了获取情报故意留下的。不行，3体帝国的荣耀绝不屈服。后置剩余舰队启动黑洞投射装置！你疯了！黑洞投射一旦启动，别说是地球，就是我们剩下的舰队，甚至整个太阳系都要灰飞烟灭。那又如何？今天我就是要为了3体帝国的荣耀最后一战！特意留了1/10活口，可别再不识抬举了。仙长，我怎么在你怀里？行了，还想被他多抱一会儿呢，早知道装晕了。仙长，是你救了我吗？下次不要逞强，这种事情交给我便是。好不容易碰到个双修圣体，要是留在这儿，我不得心疼死啊！我知道了，反正之后还能和仙长双修，不急于一时。仙长，他们又要进攻了！不听劝的家伙真烦人。去。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本座的攻击还是头一次失效，有点意思。仙长小心，那是黑洞，一种能吞噬一切的天体。吞噬一切，和天魔宗的吞天噬日魔功倒是有点相似。明明是炼虚继承的修炼功法，他们竟然凭借一些奇迹银墙便可复现。这所谓的科技，还真是有趣。报告长官，确认敌方攻击被黑洞吞噬，攻击无效化。看到了吗？那个李天山，你口中所谓的最强修仙者，照样拿我们的黑洞武器毫无办法，功率全开，黑洞发射。仙长，
黑洞吸收的物体越多，质量和引力就越强。一旦让它接触地球，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。区区魔宫，本座可随手破之。来得好！好庞大的灵力，光是看着就几乎要被这股气息压制到无法动弹。难道这就是仙长的全力吗？剑表3000，贯天地。黑洞竟然把李仙长的这招也吸收了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阻止他了吗？舰长，敌方攻击已彻底被黑洞瓦解，黑洞内部能量暴增。就连我们三体帝国都无法完全控制黑洞武器，他一个靠冷兵器战斗的原始人，又如何能挡？不管他怎么挣扎，地球都会被吸入黑洞，变为尘土。不用着急，我说了，区区魔宫而已，他喜欢吸收能量，撑爆便是。撑爆？可是理论上黑洞能够无限吸收能量，怎么可能？科学的事情用科学解释，修仙的事情用修仙解释，你就等着瞧好。黑洞真的炸了！黑洞炸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完全违背了科学原理。对方的手段已经完全超出三体科技的极限，此战之中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。我不相信！再次发射黑洞，要把他们碾成肉泥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？你们是要兵变吗？长官，我们觉得哈桑博士说的对，所有人关闭武装，打开通信，执行投降程序。最新消息，三体帝国针对地球发动的新一轮进攻中，英国总统特劳姆率先带队迎战，然而在三体帝国近乎碾压的科技优势面前，全军覆没。之后，龙国总司令魏凌霄、仙长李天山先后前往战场，重创三体舰队，敌方现已失去抵抗能力，全面投降。特劳姆总统，当初在演习投降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谈得很清楚，英国军队的指挥权已经交由联邦，你擅自调兵，意欲何为？魏司令，我当时只是想帮仙长扫平障碍，并无越权之意呀。扫平障碍？哼，我看是喜大好功吧。为了你的一己之私，造成大量联邦将士牺牲，你难辞其咎。我已经向联邦提交申请，参与此次事件的全部英国军官都将被撤职。什么？你不能这么做，魏凌霄！英国是地球军事力量最强悍的国家，一旦你如此行事，地球防卫力量将被大大削弱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你说话还真是搞笑啊！地球防务交给本座一人即可，英国那点军力也敢拿出来炫耀？李天山，叫我什么？对不起，李仙长。上次你分明已经许诺，英国军队永远交于联邦管辖，居然敢背弃和本座的承诺，特劳姆，你胆子很大呀！我也是想给仙长尽一份绵薄之力，得罪之处，请仙长责罚。责罚倒谈不上，不过既然你说英国的军事实力世界最强，那么就算没人修仙，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吧。仙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灰姑娘，收回给英国发放的一切修炼资源。既然他们对科技那么有自信，我总不好强人所难，逼他们修仙。今日凡是持有英国国籍者，全部从门人中除名。仙长所言极是，特劳姆总统，本来你对修仙也一直将信将疑，这下可算是打消您的疑虑了。仙长，您不能这样！如今全人类都在往修仙文明迈进，您如此举动会彻底动摇英国国本的。我不想当英国的罪人呐！九位，把总统阁下请出去。我求求您，再给英国一个机会吧！本座还是喜欢你之前嚣张的样子。英国之前仗着自己的军事力量，在联邦横行霸道，现在应该会消停很久了。不过仙长，你不是一直想广收弟子，重振道统吗？你是在担心重振道统的目标会受到影响？没错，英国毕竟是世界人口排名第4的国家，那里应该也有不少天赋优秀之人，放弃实在可惜。这你不用担心，诚心修仙的人，只要自愿放弃英国身份，投奔龙国不就行了？这么做还能提高你在联邦的话语权和地位，简直一举两得。仙长果然高明，我这就发下通知，只要是放弃英国身份的修仙者，我龙国绝对大力欢迎。对了，那个三体的符箓招得如何了？他提出，只有见你一面，才会把三体帝国情报全数奉上。见我？你要找的人，我给你请来了，现在可以如实招供了吧？您就是李仙长？不错，说吧，找本座何事？三体帝国入侵地球之罪，万死莫赎，希望仙长网开一命，只处死我们这些士兵，放三体帝国一条生路。原来是打不过想求饶啊！这个家伙倒是比较理智，倒是比以前遇到的那些人更识时务。不过放不放过你，还要看你接下来怎么回答。仙长放心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好，那就先说说你们三番五次侵略地球，究竟意欲何为？你们侵略地球究竟意欲何为？其实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在太阳上建立戴森球，入侵地球只是顺便。戴森球，
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能量技术，我们会将吸收装置覆盖整个太阳表面，吸收光能和热能。你们疯了！夺取太阳的能量之后，地球的温度将急速下降，最后变成冰雪覆盖的死星。没错，面对这种威胁，帝国知道任何0级以上的文明都不会坐以待毙，所以必须在工程开始之前消灭地球。我老是听你们说什么几级文明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按照科学实力给文明排序的规则。1级文明就像是地球这样，已经能在母星系自由穿梭的文明；2级文明可以驾驭恒星能量，建造戴森球；3级文明已经掌握了跨越星系的技术，比如虫洞、亚光速飞行。三体帝国就是4级文明，我们能够操纵黑洞、撕裂空间，甚至还能进入4维空间。我们三体帝国用了足足100万年，才从1级文明进化到4级。怪不得这帮家伙屡败屡战，也难怪。当年我只修炼了1年，就凝结金丹，导致宗门长老道心破碎。这帮家伙都发展100万年了，结果输给地球，肯定不可惜。除了4级文明，还有更高级的文明吗？据说宇宙中还有能够瞬间摧毁整个星系的5级文明，以及能够创造小宇宙的6级文明。不过这些文明的资料在帝国都是绝对机密，我这种底层研究员根本无法接触。创造小宇宙，听上去跟合体期的开辟小世界的类似啊！仅凭科技能力，居然能做到这一步，倒让人有点惊讶。仙长，您的问题我都已经回答了，请问您是否满意？如果您肯放过三体帝国，我们定当赔礼道歉。不错，你的气息刚才几乎没有紊乱，可见说的是真话。但想让本座放过你们，除非你们可以肝脑涂地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，小子！想让本座放过三体帝国，你就给我好好受着。仙长难道想把他折磨致死吗？也对，这群三体人袭击地球时杀了我们那么多战友，就算痛苦而死也是活该。仙长，如果你想折磨他，我立刻叫刑讯科把刑具调过来。刑具？灰姑娘，你搞错了，我不仅不是在折磨他，还要送他一场机缘呢。机缘？火候差不多了，收工。你的身体发生了不小的变化，适应一下吧。按照我给你的功法，运转全身灵气，呼吸吐纳。好的，仙长。灵气功法？没错，经过刚才的灌顶，他的体内应该已经具有了一定灵气。不对，他长得跟个大蘑菇似的，应该叫做妖气才对。仙长，他明明是我们的敌人，你为什么要传他修仙之道？传？他身上被我下了禁制，一旦萌生背叛的念头，就会爆体。您的目的是？没错，如果三体人也能修仙，助我恢复道统，我当然要趁机好好利用一番。毕竟，一个能持续产出利益的国家，比一片废墟更有价值。假以时日，你们甚至可以将三体人驯化为灵宠、战兽，为自己所用。你的呼吸调整的也差不多了吧？刚才我说的，你可明白？仙长，哈桑明白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便一心效忠，为仙长鞍前马后。很好，阿桑，下一步你将协助我征服整个三体帝国。仙长，您说的征服具体是？第一，三体帝国必须交出所有参与此次战争的战犯受审。第二，三体帝国必须承认自己是地球附庸，每年缴纳赋税。第三，在整个三体帝国传授修仙之道，全民修仙。仙长，这前2条倒是好办，可这第3条，你就是把三体帝国给亡了，怕是也做不到啊。哦，你觉得很难？国民上百万年来信奉科学，视一切超自然力量为未开化的迷信。您要想他们转而信奉仙道，恐怕摧毁他们的舰队还要艰难100倍。仙长，他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。三体母星十分遥远，发动远征已经不易，更何况这种行为颠覆了三体帝国的根基，更是愚信固执，一念可破。虽然我刚才说要征服三体帝国，但并非是想发动远征。那仙长，您准备用什么方法？开坛做法。做法？听说了吗？李仙长要开法坛做法了。做法？仙长不是修仙的吗？怎么变成法师了？仙长，恕我直言，三体帝国科技发展100万余年，一次偶然的神迹，只怕难以说服他们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即便是你这样的科学家，最后不也相信了修仙的存在吗？之所以你觉得无法说服他们，只是因为神迹的尺度不够大而已。尺度？难道仙长要使出的招数是法天象地，星河万里？耻辱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帝国舰队竟被一个原始文明全歼，必须集结主力，将那个太阳系连同那个所谓的仙人从星图上彻底抹去。大王英明，我军主力一旦出动，必将
三体帝王尔等屡犯无土，罪孽深重。今日本座法相亲至，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，臣服本座，或者彻底灭亡。这又是何人？竟然在此装神弄鬼！大王，这肯定只是某种投影技术，您不要着急，臣立即率军搜索帝都，定能找出贼人。帝都，本座要征服的可是三体全境，法相之威又怎么会仅仅局限在帝都之中？大王，就在刚才，三体全境20多个星系之中，突然出现巨大金色投影，他自称地球先选，要求帝国立刻臣服。咦，究竟是什么高等文明的投影科技，还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宇宙生物？科技、生物，尔等眼中唯有此等微末之物。本座李天山乃地球修仙者，今日前来是给三体帝国一个最后机会。荒谬！区1级文明也敢在此装神弄鬼？说的没错，帝国的科学家立刻分析能量来源，找出它的弱点，启动所有防御矩阵，最高功率把它从我们的天空打下来。尔等武器伤不及本座分毫，但既然你们不好好听人说话，本座就让你们彻底清醒。区凡人含旨可灭，再有质疑，下令处此2人。你究竟想怎样？即刻起，解散舰队，交出战犯，派遣核心成员前往地球修习仙道。三体文明当融入修仙大道，此乃尔等唯一生路。修习仙道？你是要我们抛弃自己的科学？文明尽头，即是修真。本座是给你们指一条明路，你们不愿意？大王不可！三体帝国发展100万年，科技乃是立国之本，以所谓迷信取代，这是在亡我国本呐！看来你们还没搞清楚其中利弊，是亡国本，还是亡国？自己想清楚。李天山也以为如此滥觞就能让帝国屈服？咱们三体立国100万年，你若想强势暴胜，会自取灭亡。灭亡？本座先灭了你！住手，李天山！就算三体帝国愿意和谈，你也不可如此蛮横，肆意杀人，否则三体帝国集中全国军力，未尝不能和你一战。哼，蛮横！你们三体帝国入侵地球在先，别说暴政，就是本座将你们帝国全部覆，也不该有丝毫怨言。大王，刚才帝国境内遭受虚境能量袭击，伤亡惨重，不仅舰队损失大半，就连地面防御部队也几乎全灭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先人一怒，服尸万里，没什么不可能。本座耐心有限，留你一命，只是为了方便管理三体帝国。要是再敢说出一句不敬之词，你一样得死。我想好了再说。县长，我代表三体帝国，愿意臣服。哈哈哈，很好。既然臣服，自当循我道统，奉我为尊。大王，您没事吧？混账！三体建国100万年，竟然受到一个1级文明如此羞辱。可是帝国兵力现在所剩无几，大王若想反抗，恐怕……真当本王没招了吗？准备贡品，提前开启禁地。李天山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三体奴才，今年的贡品可收集完成了？禀告尊上，事出有因，贡品还未收集完成。废物！那你打扰本尊，所谓何事？在为您收集贡品时，我们遇到一个敌对文明，他们仅凭少数精锐就消灭了帝国大半舰队，之后更是闯入母星，大开杀戒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我一奴不是二主的道理，你应该懂吧？奴才怎敢违抗尊上？只是敌人力量太强，我不得不假意臣服。那这所谓的敌对文明又是什么级别？那里名为地球，是一个1级文明。1级文明？区1级文明能叫你们俯首贴耳？你是在戏耍本尊吗？不敢，尊上，他们中有一名战士，实力惊人。根据我们的评估，对方可能来自一个5级文明。这倒是有点意思。你是想让我出手？没错，只有铲除外敌，三体帝国才能更好服侍尊上，请尊上成全。好，看你如此忠心，本座就给你一个机会。此物名为山河设计图，
是一样极为难得的异宝。本座将此物暂借于你，只要靠近那个家伙，将图展开，便可将其轻松封印。多谢尊上，奴才告退。管你什么5级文明、6级文明，在本尊面前，都不过是土鸡瓦狗。科技算什么？文明的尽头是修真。阿桑，前日修炼的如何？禀告仙长，前几日我已凝结金丹，现在正在稳固境界。哟，进步不小啊！等你到了元婴境界，本座便传你化形之法，把你这张大蘑菇的脸给帅掉。多谢仙长赏赐。对了，仙长，您今日找我有什么吩咐？三体帝国刚才派来了一艘巨型舰，上面没武装，他们发来信号，声称是来地球投降的。船上载的都是帝国高层，帝王本人也在其中。帝王本人？没错，本人亲至，应该是为了向本座表忠心。虽然你们见面有些尴尬，但此次会谈我还是想让你参加。毕竟三体帝国日后就是地球的从属，不少事情都要一个可信之人从中调解。属下一定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只是仙长，我们三体帝国发展上百万年，帝王之位尊贵无比，此番他却亲自出面投降，实在异常。我担心他们别有所图。阿桑，本座的实力你还不清楚，就算他们拿出什么科技手段，我照样可以一力破万法。走吧，他们该到了。三体帝王对于你们在地球犯下的战争罪行，以及成为地球从属国的种种条款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本王无话可说。三体帝国在地球之罪行无可饶恕，若是成为地球附属，上交科技税赋，便可消除矛盾，帝国求之不得。这种高等文明的一国之君，居然也有对人类俯首称臣的一天，还不是被李县长打服气了？如果不是他带领全人类修仙，三体帝国还不知道要把地球残害成什么样呢。说起李仙长，之前在交流之中多有冒犯，本王亲自为仙长准备了一份薄礼，不知您是否愿意笑纳？那道卷轴看上去很像龙国的造物，这帮大蘑菇倒还真是有心了。那是自然，得罪了李仙长，不摇一摇尾巴，他们还想有好果子吃吗？该死的地球人！等本王收了这个李天山，你们对三体帝国的屈辱也将百倍奉还。你倒是费心了，不过本座提醒你，之前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要是这礼物上动了什么手脚，后果你清楚。那怎么会呢？仙长实力有目共睹，对您不敬，那是万万不敢的。若仙长对礼物满意，还请笑纳，以此作为两大文明和平之证。居然是龙国水墨画，看来这三体帝王是真用心了呀。他们应该没少对龙国的文化下功夫，这帮大蘑菇为了讨好李仙长，简直是费尽心思啊！讨好，杀气这么重，一看就没憋好屁罢了。估计又是什么高科技的小玩意儿。为什么总感觉这卷轴上有一股似曾相识的气息？这难道是法则压制？这是大成期修士的法宝，你到底从何处得来的？李天山，你以为自己修为高就已经稳操胜券了吗？别以为三体帝国只有常规科技，为你的自大付出代价吧。仙长，混账！你对仙长做了什么？只是一道封印，让李仙长沉睡1000年而已。届时我三体大军必将踏平地球，将尔等文明痕迹彻底抹去。抹去？就凭你这微末伎俩，也配妄谈消磨？不可能！你怎么还能开口？哼！就算此物能以天地法则将我压制，但本座也是大成修士，又岂会被一个死物轻松对付？一拳蝼蚁，竟敢当面挑衅本座！住手！你若杀我，便是与整个三体帝国结下死仇。帝国的怒火将焚烧每一个地球人的血脉，你们都将……就凭你们，你竟敢！威胁源于实力，而你对本座的实力一无所知。凌霄，这卷轴和本座一样，来自修真世界。虽然不知道三体帝国究竟从何所得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上面的天地法则威力极大，就连本座也会受到一定影响。仙长，您不会有事吧？难道他真的可以将您封印1000年？若是有大成期修士随同，我的处境倒是不妙。但现在这法宝只是无源之水，只要破解其中法则，便可脱困。三体人有哪4不是大放厥词？放心，支撑片刻，本座去就会。仙长，那个碍眼的家伙终于消失了。
结束了，魏凌霄，你和你那神仙导师的闹剧该收场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还不明显吗？配合帝王阁下拿下你们这些人类联邦高层，收回山河设计图，地球的统治权就还是我们英国的。哼，你还真喜欢白日做梦。英国什么时候拥有过那种东西？闭嘴！英国过去就是世界科技第一大国，跟未来我们彻底消灭地球的所有修仙者，更会一直如此。人类现在已经迈向修仙文明，你却如此执着科技带来的统治地位，甚至不惜发动叛乱。叛乱？不，这是拨乱反正。你们沉迷于那种不稳定的个性化的原始力量时，我们英国已经通过和三体帝国联手，获得了足以弑神的科技。就凭你和这些士兵，仙掌传法，岂是你能揣度？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招，释放蛊虫。区区虫子，滚开！什么？司令，你没事吧？这蛊虫居然能够吞噬灵力！你小丫头，你知道厉害了吧？先是三体帝王拿出卷轴封印了仙掌，之后又是这种能吞噬灵力的蛊虫，这帮家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除了仙掌之外，还有其他修仙大能？魏凌霄，你没招了吧？赶紧投降！如果你肯给我当奴隶，倒不是不能考虑饶你一命。奴隶个屁！本大一心宰了你。你去了也没用，反正也打不赢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束手就行吗？当然不会，这里有我拖住他们。你们先走，去找军事基地里哈桑配合研发的那个东西。可是我接受过层化手术，哪怕不用灵力，也可以撑一阵子。别废话，赶紧去。明白。你让陆明去拿那件东西了？没错，现在想要翻盘，只有依靠他了。我是妖修，身体比你们人族更强，抵制蛊虫咬不痛我。军武大会时还没跟你对战过，不过论人体强化手术，我可不比你弱。真想不到，有一天居然会跟樱花国人和三体人并肩作战。看来是三体帝国的僧人到了，一起上，给我端了这三个不识抬举的蠢货！不知仙长在封印中情况怎样？无论如何，都要撑到他破开封印为止。画中世界嘛，有点意思。想不到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修仙者的法宝流落到这个世界。难道这一切和天道老头有关？是他想要毁灭地球，中断道统吗？不想，我要赶紧出去。出去干什么？仙长，不想继续和我双修吗？双修是吧？好啊，就是不知道本座的力道，你受不受得了？仙长尽管施为，若是小女子忍受不住，自然会叫出声来。那本座就收起来。我跟魏姑娘是纯粹的师徒之情，战友之意，小小幻象也想乱我道心，做梦吧你！仙长，来双修呀！看来这画中世界以精神攻击为主，只要道心坚定，破除幻象，便可脱困。正好趁此机会打磨道心，只要磨砺心智，说不定便可一举渡劫。负隅顽抗又何意？在三体科技的碾压下，你们就是一群蝼蚁。自诩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，最后还要依赖外星人的技术，狐假虎威有意思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胜利，是为了英国的国民。你懂什么？修仙本就是一条歪门邪道。邪道正途，我倒是想看看，等你胜利之后，英国国民又会怎么看你？是伟光正的救世主，还是一条匍匐在外星人脚下的狗？住嘴！杀戮巨象，把这些家伙的嘴给我彻底封上！该死！什么人？老爷来坏你事儿。这身机甲就是他们的底牌。这小子终于回来了。回来又如何？一起上！管他什么玩意儿，都给我拆了！这机甲怎么回事？居然还能使用灵能！不要怕，赶紧释放噬灵蛊，吞噬灵能，机甲就一定废铁。开口！什么？这不是灵能机甲吗？怎么还能放导弹呢？这机甲是由哈桑和李仙长共同研发，乃是修仙和科技的结晶，这才是人类文明巅峰的技术产物。英国自诩为科技大国，殊不知离开修仙，你们的科学根本就毫不完整。你胡扯！所有人给我一起上，把那个机甲砸得稀巴烂！螳臂等车，外族求荣的东西，吃小爷一拳！
灵气与机甲融合，这技术倒是很有意思。如果能解剖研究，献给主人，他想必会很高兴。你还没赢我，就在这自吹自擂。接招！筑基修为，借助外力，也敢挑战本尊？这气息是化神修士，为什么三体人中间会有真正的修仙者？见到化神修士，就吓得不得动弹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无名，为墨雨道尊，乃是玄天龙帝麾下门人。玄天龙帝那又是谁？你们没资格知道主人的信息，你们只需要知道，就算本尊修至化神，也只是主人实力最弱的下府。要不是你们的世界太过偏远，主人懒得过来查看，早就被一巴掌拍成碎片了。为什么如此强大的修仙者要针对地球？当然是你们把主人圈养的狗给打了。数万年来，三体帝国每年都要上交5成能源、5成稀有资源，你们地球负隅顽抗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想让三体帝国沦为附庸，打扰主人享用贡品。哈哈哈哈！魏凌霄、陆明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们现在知道错了吧？大人，你想让我干啥？吩咐一声，我立刻去办。吵死了！滚远点！本尊的实力，想必你们也清楚了。识相就乖乖投降，我可以考虑上报主人，让你们也当个宠物。你做梦！既然你们都不愿降，那就别怪本尊心狠了。心结已破，现在终于可以再次尝试渡劫飞升了。起来！这是天地法则的气息，难道有人在渡劫？难道是仙长？我倒是谁了？原来是这个被封印在山河设计图里的废物在渡劫呀！住口！你不配侮辱仙长！告诉你，仙长连黑洞都能轻松瓦解，三体帝国在他面前根本不是一合之敌。你们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了，三体帝国就是主人身边的一条狗，他们整个文明最强的攻击，也不过勉强达到炼虚境界，能证明什么？打赢一条狗，觉得自己很厉害吗？这件法宝似乎出现了裂纹，难道仙长马上就要突破封印了？哼，就这点裂缝就想突破？天真！能引出如此强悍的雷劫，我承认这个李天山有点实力，那又如何？本尊的主人早已修炼到大乘期巅峰，若不是此界道统凋零，早已破境飞升。你们的主人实力再强，也无法破除封印。什么？这劫雷威势竟然堪比大乘期强者？难道这个李天山和主人一样？墨雨道尊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等仙长破封之际，就是你丧命之时。不可能！过去数十万年，我从未遇见过主人之外的大乘期强者，不可能有如此实力。你说的没错，本座的确不是大乘期修士，因为现在本座是羽化真仙。不可能！此方道统凋零，主人万年都无法飞升，为何你能够突破？本座已经重建地球道统，天道压制松动，自然可以突破飞升。看来您所谓的主人不过如此。仙长，除了这里之外，其他地方的道友也都陷入苦战，请仙长出手。也罢，先清扫这些喽啰，再来找你那所谓的主人问罪。剑道3000，散星芒。现在便把你那所谓的主人请出来吧。好久没见到真正的修士了，本座很期待和他一续。你少在这里虚张声势！就算你突破真仙又如何？主人纵横星宇万年，实力高深莫测，岂是你？再废话，现在就死！好小子，我这就叫主人出来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！龙帝老祖，徒儿墨雨与地球遭遇强敌，对您不敬，非您出手不可镇压，请老祖罚旨。墨雨，本座赐你的山河设计图难道不起作用？禀告主人，山河设计图已经被贼人损毁，徒儿不是对手，还请您亲自出面主持公道。
毁坏本座至宝，看来确实有几分手段。你就是毁坏本座宝物的贼人。贼人不告而取是为贼，你纵容手下和三体帝国强取豪夺，入侵地球，我看你才是贼人吧。好个伶牙俐齿的家伙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身子是不是跟嘴一样硬。北玄龙鳞剑确实有大成期巅峰实力，本以为此界道统破碎，不可能诞生强大修士。怎么看你修为不俗，乖乖求饶，给本座当个看门的。没错，姓李的龙帝大人给你机会，你可要好好珍惜，知不知道给他老人家看门是多大的荣耀？本座只是有些兴奋。自从来到此界，与人斗法从未失去权利，难免觉得有些无趣。没想到今天倒是遇到了一个可以陪本座过一招的对手。练手，本座仅用一招就可以让你身死道消，灰飞烟灭。怎么可能？刚才可是本座全力一击。不错，大成修士一击居然有几分真仙底，可见修炼之勤勉。接下来轮到本座。什么？这招是黑龙空水遁？这就是大成期修士的力量吗？原来之前的战斗中，仙长都收着力气，如果他全力施为，可能地球真的要被一巴掌拍碎了。坏了，这李天山果真达到真仙修为，早知道在他被封印的时候就该逃走啊！现在连跑都跑不了了。嘴巴吹得那么厉害，结果连本座一招都接不住。算了，本座也玩腻了，受死吧！等等，怎么想死个明白？你和一剑独尊李天山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什么？这家伙怎么知道仙长名号？我去，该不会这俩是老熟人吧？什么关系？乱七八糟的。本座就是一剑独尊李天山。主人，仙长，他是你的奴隶吗？是啊，仙长，您既然是他的主人，就好好管教才是，怎么能放任他入侵地球呢？开什么玩笑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家伙。快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主人，我是小黑啊。主人，您难道不要我了吗？小黑，你这跟之前的差别也太大了，还起了这么一个霸气风骚的名字，这谁认得出来啊？而且我记得上一次见到你不是还在化神巅峰吗？怎么现在都大成期了？上一次，主人，距离您飞升失败，不是已经过去2万年了吗？2万年？什么2万年？我来地球连半年都不到，怎么就过去2万年了？你赶紧把我当日渡劫之后的状况细细说来。当日您在渡最后一道雷劫时，突然陷入时空乱流之中，我和12位小主不知道您到底去了哪里，于是一同进入时空乱流。睁眼之后，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当时12位小主已经失踪，我无处投靠，只好东奔西走，四处吃点东西帮助修炼。吃东西？这个宇宙又没有天才地宝。对，就比如三体帝国，他们掌握的能量压缩技术，压出来的能量块很好吃。我让他们每年把地瓜产出来的1半能量上供给我。要不是吃了这么多能量，才2万年的时间，我还真没办法修炼到大成期呢。好小子，原来三体帝国入侵地球都是你导致的呀！主人，聪，别踩了。本座踩你2下怎么了？怎么，你手下给我添那么多麻烦，一点惩罚都没有受？我要是知道主人在地球，我就是把那几个手下都给吃了，也不会让他们来骚扰您的呀。去，现在不威风了？刚才用大招跟我对轰的时候，不是挺得意吗？主人，都过去2万年了，我哪还认得清您呢？也对啊，这孽畜穿越过来这么久，连我都没能第一时间把他认出来，也确实不能怪他。罢了，此事蹊跷，非你之过。看来我那12位道友，恐怕也散落于此界不同的时间碎片之中了。仙长，您的意思是，还有12位像小黑前辈一样的仙长，可能存在于宇宙的某个角落，甚至不同的时代。时空之玄妙，也不能幸亏。此事需从长计议。仙长，那您现在已经是真正的仙人了，比大成期还厉害，是不是就能轻易找到他们了？羽化真仙，亦非全知全能。时空错乱，敌人如同星海捞针，除非他们也达到相近境界，主动释放气息，或是有他们的心。我玄天龙帝在此宣布，三体帝国即刻起无条件臣服于我的主人李天山，以及地球人类联邦，所有资源、科技、舰队皆由主人调遣。每年的贡品
以后就交给主人了。靠！本来以为三体帝国背后是大佬是靠山，结果连李天山的脚皮都不如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哎呀呀，这不是威风凛凛的特朗普总统吗？怎么有雅兴在这儿躲猫猫了？卫斯理，我这不是不想碍您的眼吗？我这就爬出去。不必了，审讯室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咱们等下还有很多话说呢。万年孤寂，苦了你了。主人，我只是很想你，没有你闯祸让我背锅啊，不是，没有你指点我修行，日子太无聊了，只能让他们搞点能源吃吃，顺便称王称霸打发时间。性子倒是一点没变，罢了。今日起，你便跟在我身边。当年未能一同飞升，此届便是我等新的起点。以上便是由李天山仙长提出的人妖两界共同修真法案，诸位还有什么问题？既然为了恢复道统，那让妖族修炼也不是不行。可古话说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没错，即便他们臣服，但三体人乃至其他外星种族，毕竟与人类体质迥异，修炼仙法是否合适呢？若其力量膨胀，反噬我们人类联邦，又该如何制衡？聒噪，大道50，偏眼49，人寻其一，万物有灵，皆可成道。人修、妖修，不过形式不同。本座说他们可修，便是天道亦不可阻。今日起，三体帝国改为万妖星域，由小黑暂代管辖，纳入人类联邦修真体系。仙长，您找我们？你们3个是现在本座在地球上最信任的人。虽然大部分事务已经处理完毕，但走之前还是有几句嘱托。走？仙长，您要离开地球了吗？天道无情，我过去的12位道友，如今还不知散落何处。当初偶然流至地球，就是因为我想带他们一起飞升上界。如今地球局势安稳，道统恢复，是时候实现当初心愿了。可，主人，您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不知道，但这一路走来，地球妖族道统已然大成，相信你们也可以将这份基业保护下去。凌霄在，你与小黑共同执掌联盟日常事务，调节人类和妖族冲突。陆明、阿桑在，由你们牵头，与三体万妖星域的工程师们合作，以科技辅佐修真，建立跨界传送阵，优先打通与太阳系各资源星的通道。是，谨遵主人法旨。我将前往星河，以信物为引，推演其他道友的下落。联盟的一切事务就交给你们处理。若有灭族之危，捏碎玉牌，本座将会立刻赶回地球。是，恭祝仙长功成。大隐星象阵以星河为盘，星辰为子。今日午便要借着宇宙气，推演我那12位道友的踪迹。找到了，他们的气息虽被时空乱流掩盖，但这星象轨迹不会说谎。只是紫月的气息最为微弱，恐怕处境凶险，必须尽快打通通道，前往他所在的空间。以武之名，以星河之力，开启异次元通道。通道已开，只是这异次元壁垒远比想象中坚固，需以自身灵力稳固通道。主人，我的舰队来助你。这些战舰经过修仙阵法改造，能暂时压制异次元乱流。好，你率舰队守住通道外围，如有异常，立刻通知。我需进入通道，确认紫月道友的具体位置。这次元下竟藏留着如此多的战争痕迹，看来紫月道友所在的星域，恐怕正经历战乱。这是武器，用古老修士在空间作祟。紫月道友的气息就在这个星球上。紫月道友，我来救你。天山师兄，是你吗？别怕，紫月，我来带你们回家。师姐，这10万年来，我阐教道统遍极星河，万族来朝，你我修为也已达到此界极致，再无寸进。有时回想当年追随仙长出涉道统，大战三体，恍如昨日啊！长生久视，必有尽时，此界终是困局。只是不知仙长当年破空而去，如今又在何方？那是一别10万载，看来未曾虚度。凌香、无名，别来无恙。
仙长，真的是您回来了。昔日与你重振道统，共赴仙途，如今诸事已了，昔日12道友也已先后飞升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。我欲破开此劫壁垒，直抵上界，你们可愿随我同行？弟子愿随仙长，万死无悔。等了10万年，就等您这句话。弟子当仁愿往，上界，俺老怒来了。